今天终于对拉回来的船壳进行修复了。老房改造这么久，心里一直想要有一艘船，无意在隔壁村大娘家发现了这条已经废弃了的船壳，拉回家就没有闲着。简单的清理之后，就对其进行了暴力测试，不仅承受了严峻的考验，同时还担负了运输的重任。中途虽然有漏水的情况，但都在能控制的范围内，也算为湖边保坎修复提供了无可替代的保障。我想是时候让它重获新生了。在门口找了一块地势平整的地方，先把船拉上岸。就我和老爸两个人显然也是无能为力，只能利用保坎上方的树作为锚点固定钢绳，再把手拉葫芦固定在钢绳上，挂钩拉着船头。为了方便改造完之后下水，又找了圆木棍垫在船的下方。现在看看能不能成功上岸。好消息，船被轻松拿捏；坏消息，手拉葫芦一次只能拉2米。还好我备了2个，就是怕以防万一。经过一番操作，船总算成功上岸。现在我们还要先把船侧翻80度，才能进行船底的修补。刚刚在船底垫的大圆木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船底是倒三角的形式，现在我们只要往一侧倾斜，再用木棍支撑着船底，就能让船保持倾斜的状态。应该没问题。检压环节来了。冲洗干净就可以对漏洞进行修补了。内船体是玻璃钢结构，打磨之后就可以用树枝胶搭配玻璃铅布对船漏水点进行修补了。吃饭了。好，马上还有一点点。你干嘛呀？电动工具不收吗？不用，我安了监控的。这里没网没电，你安什么监控啊？我这摄像头是太阳能的，自己发电，能保证连续11个雨天续航，还自带的4G 网卡，没网没电的地方就这样安装上就能用，很方便。这么高级，方便清晰吗？这是海康威视大品牌，品质过硬。你看这400万像素多清晰，手机不仅能随时查看实时画面，有人出现还能实时给我手机发送报警消息，也能通过手机远程对讲谈话。院子里的监控和刚刚的不一样啊。院子里是球形摄像头，也自带了4G 网卡，而且它有2个镜头，上面的可以看整个院子，下面的镜头能360度旋转，不错过任何细节。夜晚也能全彩画面，非常适合看家护院。船身最多的都是这种洞眼，漏洞不大，但分布范围广。每次调配树脂原料只能一点点的调配，调配多了还没等你用完已经凝固了，调配少了遇到这种大面积的又得调多次。船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，船舷的螺丝已经生锈腐蚀，很多地方都已经裂开，只能试试能不能重新打孔进行固定。打了孔才知道，玻璃钢看似坚硬，其实钻孔都是多余。螺丝固定好缝隙之后，再用树枝进行包裹修复。底部和侧面要预防清水，一个洞就要修补重复处理几次才行。正面的不用防水就要简单很多，只需覆盖一次再找平就可以了。船舷的缝隙我看以前像是用原子灰来填补的，我也试着调配看看。船头支撑同样生锈腐蚀了，只能根据尺寸切了一段玻璃钢材柱作为骨料重新固定做支撑。等了一晚晾干之后，就可以对船的内部进行防水处理了。因为之后船还需要承担运输的重任，内部防水就用纤维布搭配柔性可外露的材料进行涂抹。以前颜色是蓝色的，这次给它换了个颜色。现在终于可以把船头放下，因为前面还有一个最大的坑等着我去填补。之前漏水最多的就是这个位置，这次给它覆盖了5层，防水晾干后为了稳当又给它刷了一遍，增加地面的强度。等1天硬度提高后就可以下水测试。各位云股东准备补漏验收了哈。出发！完蛋了，船尾修补变厚，我们动力系统已经装不进去了。等我一下。马上我们就出发。空载肯定不能检验修补成果，我们还是在湖边装一船石头满载看看。差不多。一船石头再加上老爸和我2个人的重量，船的吃水深度已经到了船舷，在回程的途中也没有发现漏水的情况。之前可能是船的夹层有积水，修补船倾斜水流出来后，现在明显感觉承载能力得到了提升，船就等它满载停靠在岸边观察几天看看情况。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打磨上漆了。各位云股东觉得什么颜色适合这艘船？大小也是一艘船，你们给它取个名字吧。